从谢贤离世看港娱70年，一个造福神话的兴衰与迁徙。89岁的谢贤四哥走了，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我们今天呢也不聊八卦，也不聊家事啊，也不聊这个遗产，我们就从经济的角度，好好的来说一说谢贤这70年演艺生涯的背后，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黄金泡沫，以及港星浩浩荡荡北上30年的底层逻辑。其实50年代的这个港片呢是崛起的时候，那么60年代呢批量造星，谢贤呢其实就是第一批顶流，但这个其实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的黄金时代呢是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呢其实才是香港被叫做东方好莱坞的巅峰。那么当时其实是黄金时代啊，那个时代到底有多赚钱呢？产业的规模啊其实超过很多人对港片的这个想象的。就很多人对港片的黄金时代的印象呢，其实就是片子好看，明星也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就是当年的这个产业有多夸张。我们来给大家上几组硬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本土票房天花板，在1992年香港本土港片的这个总票房是12.4亿港币，那么再加上外片的市场呢15.5亿啊，港片其实就是占了将近80%的份额，全民引起观影热潮。那么第二呢就更夸张，就是海外的收入，在1992年港片的外销收入是18.6亿港币，比本土的这个票房还要高。这个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当年香港电影赚的这个钱60%以上是来自外地的，台湾市场占一半，东南亚、日韩甚至是欧美啊，都是抢着要去买这个港片的版权的。那么比如说这个《赌王2》在台湾就卖了1.2亿新台币，像《倩女幽魂》呢，在泰国也连映了1个月满座。那么成龙的片子呢，也直接是打进了好莱坞。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产能爆炸。巅峰期1993年，香港呢一年就拍了230多部电影平均就是1天半就出一部新片。那么从导演、演员到这个场务，到这个武术指导，到这个发行院线，还有周边的衍生品，上下游整条产业链养活了数十万人。那么当年的资本疯狂到什么程度啊？拿着现金在片场门口等剧本都还没有写完，只要有什么周润发、周星驰的名字，直接就打钱预售版权。那个时候的港星是真的很值钱啊！我们就说什么叫双周一成，就是周润发、周星驰、成龙，他们的这个单片酬就是几百万港币。顶级的明星呢，一年拍几十部戏轻轻松松的年收入呢就几千万了。但是泡沫说破就破，港娱为什么突然就不行了呢？就是盛极必衰其实在1992年那是一个历史的高点，那么之后呢就直接就断崖式的下跌了。到了1998年呢，其实港片的外销的收入呢就从18.6亿跌到了2.52亿，那么本土的票房呢从12.4亿跌到了4.22亿，6年的时间里面跌掉了7-8成。为什么会垮得那么快呢？核心呢其实就是3个钱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海外市场没有了，这个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市场。90年代中期台湾本土电影起来了自己崛起了，那么再加上好莱坞大片的全面进入所以说港片的这个份额呢就直接腰斩了。那么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呢，当地的购买力也下降了也不买账了。那么以前是本土赚1份，海外赚2份，那么现在呢就是海外这条腿就直接就断掉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热钱退潮了，行业的泡沫呢就破了。当年大量的热钱涌入什么人都要来拍电影，烂片就是越拍越多，那么观众呢也会审美疲劳你再加上盗版的这个 VC 泛滥，大家呢就在家里也能看谁还会想去电影院？那么第三其实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池子太小了，本土市场的天花板就那么高。那么以前我们说了，靠海外就能这个持续的输血就能撑着，但是现在海外一垮，那么再加上本土的盘子那么小，所以产业很自然的就缩水了。这个电影的年产量从200多部呢直接就跌到现在基本上就是1年几十部像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TVB 的自制剧其实产能也是大幅的下降了。那么大量的中底层的港星开工严重不足很多的这个绿叶演员就转行了。大家一直会看到什么TVB 演员转行开出租车卖鱼蛋谋生，对吧？这个其实不是段子也不是炒作，就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当然了，就是后面还有一些发展就是本土的池子装不下了，自然呢就有很多的明星往大池子走了。其实内地的市场呢就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池子，
港新北上这30年啊，其实是分了3个阶段的，本质上呢，其实就是双方地位的反转。第一个阶段呢，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啊，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降维捞金的一个阶段。早期的港星来内地啊，简直就是 C 位吃香啊！80、90年代的内地娱乐业刚刚起步，港片、港剧就是顶流。香港的演员呢过来其实就是天王巨星啊。2005年左右啊，内地一线的演员单集的片酬呢大概是3到5万，那么港星一线的演员呢，其实直接是可以开价15到30万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不是他们求着内地资源啊，而是内地的剧组捧着钱请他们过来，因为他们自带收视率，稳赚不赔。第二阶段呢，就是2003年啊 CEPA 之后批量的北上产业转移。CEPA 协议签署啊，后续其实落地的合拍片就享受着国产片的待遇，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啊直接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单个的演员来了，是整个香港导演、编剧、制作团队啊批量的北上。像徐克、林超贤、王晶这些香港导演呢，就把什么警匪片、动作片的这个成熟模式呢，就带到了内地啊，拍出了《红海行动》，一部票房就是几十亿，比香港全年的总票房还要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港星的身份也变了，就是从客串捞金变成了主角常驻。那么内地市场呢也起来了，在2010年内地的票房就突破了100亿。2019年呢就冲到了642亿，那么是香港市场的几十倍啊！香港本土的这个年度的票房冠军，大多数呢也是7、8千万港币，这个能破亿的就屈指可数了。但是内地的这个春节档，大家想想看，一部电影40、50亿人民币啊，就差了好多倍。那么换了你是演员，你会选哪一边？那么第3个阶段其实就是这几年了嘛，就是全面的下沉了，扎根谋生。到现在呢，其实港星北漂已经不是一个明星降维了，其实就是全行业的生存迁徙。除了拍电影电视剧啊，其实老牌的港星呢找到了新的赛道，比如说像综艺、直播带货、短视频、拍短剧。那么像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啊这一类的这个综艺，请几十个港星，节目播出之后，艺人的这个商业回报率啊就直接就拉涨拉满。那么很多的这个 TVB 演员来广东开直播，一场直播赚的钱呢也会比在 TVB 拍戏还要多。还有的呢就是直接就定居在内地了，买房子啊，孩子在内地读书，咱们就彻底的扎根在内地了。所以行业普遍估算呢，超过60%的香港电视从业者现在呢其实都有稳定的内地的工作机会。那么说到这里，其实大家也就明白了，就是说港星北上从来都不是什么情怀啊，其实就是最朴素的经济逻辑，哪里市场好，哪里钱好赚，人就往哪里走。那么我们再说回谢贤啊，其实他从粤语片时代出道，见证了香港电影从无到有，从巅峰到衰落。那么他的这个儿子谢霆锋呢，就是第一代北上的港星啊，在内地其实拍的戏上的综艺，做的商业，事业重心呢其实也早就移过来了。所以父子2代人呢，就刚刚好对应了香港娱乐业的2个时代，一个是香港作为华语娱乐中心的时代，一个呢就是内地成为绝对核心，香港融入其中的时代。